好。最近呢，网上有爆料说习近平呢真的不干了。主要的原因呢，我们今天好好的去讲一讲。你觉得习近平真的不想干了吗？那这个来源是怎么回事？到底什么原因？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在国内的网友举报就在最近，他们从浦东机场上海飞往西雅图这个美国的航班当中，突然在登机之前开始的检查他们的手机所有的通讯设备，让他们填一个出境的表格。这里边的项目之细腻，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结果呢，半个飞机的人居然都没有上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习近平这个管理到底要管什么？咱们呢好好的去看一看。今天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大陆呢最近大家都在说就是个到处都能领结婚证，什么银行、雪山，什么连这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都能够领结婚证，这是怎么了？网友开玩笑说就差厕所，还有呢殡仪馆了，这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还有呢就是杭州，其实呢这个案件是在7月份发生的，昨天我就看到了，今天呢我们就得好好的去聊一聊，那就是杭州呢他们一个庆功宴上，从他们小区的区长到呢官商房地产公司开发的这种经理，他们呢直接对一个公司的女性去灌酒，一个庆功宴直接变成了一个猥亵现场。这个女孩子呢长得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呢直接呢就造成了她2度轻伤，据说是肝脾破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一起聊聊这些以上的话题。今天是周3哈，那也拜托我们忠实的观众朋友们为我们的频道呢点击一下关注，摁下小铃铛，也为我们点个赞。新朋友们记住我们每天都给大家聊的那就是当天的最热点的话题。好了，那我们通常都是石山和秦鹏。石山好，大家好，大家好。秦鹏。大家好，早安中国，晚安美国。好啦，那习近平不干了，咱们一直在分析嘛，习近平这抓权一直要连任第4届，对不对？最近的这个网络上的反共人士蒋往正先生呢，他爆了个料，说习近平其实自己就不想干了，他第4届不想干了。那他呢是这个说法，你怎么看？先教大家一句广东话，叫做害怕我们 low 了。害怕我 low 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啊？听不懂。就是说这个是拍屁股走人。直译是劈炮，不捞了这个意思，这个广东话就是就不干了，一拍屁股走人了，就大概是这个意思。蒋往正呢，他是江浙一带的人，他据说跟浙江新军的很多人还有一些关系比较这个密切吧，所以他以前发出来的一些消息呢，但有一些也挺准，但有一些也挺不准，这个是常态了咱们在海外这个网络上混，这个是常态，是吧？但他这次发了一个东西出来，就是说习近平已经确定他21大不连任了，第4任不干了，而且还指定了个接班人。对，他是说他自己决定不干了，还是说他亲自指定了，说是李强做接班人。他这上面是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共2个原因是什么？原因说是有2个，第一个原因呢是身体原因。身体真是不行，身体是不行了，他自己也觉得不行了。对。那第二个，因为这些说是他12届三中全会对吧？20届三中全会这期间，然后出现身体异常等等的。然后第2个原因呢是台湾，就习近平认为说他这个台湾现在恐怕在任内是无法完成的。哇，这个挺出乎意料之外的了。2个原因，还指定了个李克强。秦鹏，你觉得李强不是李克强，李克强被他弄死了。你相信？你觉得这个消息，你觉得是可能吗？可能性有多大？我觉得中国的消息其实往往这种的消息往往传出来，其实往往是有一些这种信号的。因为这种消息往往传出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瞎传的。你至少来讲，他本人是不是动过那个念头，我都怀疑，有可能，完全可能。你觉得有可能？有可能。就是说，他最后可不可能下来？为什么？最后，因为他下来，一定好多人会清算他。这个我相信他是这一点，所以最终呢，他可能还得硬着头皮往前跑。但是呢，你说他过程当中有没有想的时候动了这个念头对，有这种表述，这个完全可能。为什么？他身体确实不行。你看他这2天在接见那个
江泽民的那些家属的时候，他也是好像那种就是一拐一拐的，一拐一拐的，那个一看身体就是他在大会上2个杯子又出现了，对吧？又是2杯，很苦，然后在那儿不得不喝的那种，就是他这个身体一定是很不咋地，否则的话你怎么忍一忍，你其实就可以在会后再喝那个水都可以，喝那个药都可以，为什么非得在大会上喝？很明显，这个东西没办法掩藏了。我觉得这个身体问题一定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可能不仅仅是台湾问题，累坏了，所有问题都没解。你说他怎么解决这个台湾问题？打的话，你说，美国这个大局势，我估计他已经看清楚了，民主党是不可能再有总统了，就可见的时间内不可能再有总统了。因为民主党美国民主党这个环境下的话，它其实需要一个温和派的这个人来去呢拉拢各方面的这个人。但现在呢，这拜登是最后一个温和的人。现在呢，你看看这个纽森，对吧 ？AOC 或者其他的很多，现在曼达尼、奥马尔，那些都是极端的这些。奥马尔最近又当选了，对，这帮极端的人带来一个结果，他会撕裂整个民主党。这个选民会让那些温和派的人逃跑，所以其实，美国的民主党不可能再当总统了，而且即使民主党当总统来讲的话，也不可能允许中共去打台湾，就这么简单。共和党任何一个人都不允许中共打台湾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习近平肯定知道自己玩不转了，这只是台湾问题。我觉得他没说的应该还包括一大堆其他的所有的这些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你能不能解决，对吧？然后的这个社会危机的能不能解决？中共党内的这个事儿你能不能摆平？摆不平了，所以他一定是动过这种退下来的念头，这才会传出来说他想过退。想过退和现在传出来他不干了，那这已经有一个界限了，你信吗？你觉得这可能性？我那天是做一个广东话的节目嘛，粤语节目，下面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我看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不太相信。不相信，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很简单，我第一时间听，我也不相信，因为习近平不是说一般的这个领导人呐，他很厉害啊，他这个。对不对？特别讲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啊！而且要主动挑起斗争，各种各样的战狼什么的，这都是他。他这个越是困难的时候，要迎着困难上啊。对他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啊。对对，都是这一类的。这个是文革里面有一批，就是这种所谓战天斗地啊，这种精神呢，是有一批人是印到骨子里面去了。对所以他们就是你说他们主动退出去吗？他要想想毛主席的语录啊，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啊。这个东西啊是怎么退呢？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可能是阳谋。阳谋，你别说他放个风出来，我们观众还真有人在讲，江诗顿淡在讲，会不会假装不惯，引蛇出洞？没错，你觉得怎么阳谋？他说我不干了。如果下面比如说这个石山说早安中国我不做了，我这个没劲了。如果秦鹏一看，好，石山走了，好，这可逮着我，这个以后可以多说了啊。好，你赶快休息吧。我就说这个秦鹏肯定是扒着我走是吧？如果他说打倒，如果秦鹏说，不行，你不能走啊，老九不能走，你走了我们的节目呢？我说这个人，这忠诚还相对是比较绝对的，绝对忠诚，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下面肯定有人会表态啊，或者什么，他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就不知道，因为这种消息海外传完以后，肯定传回国内，传回国内以后呢，那各种。这个小范围的吃饭呢，就讲啊，就有人报告了，他也要收集一下这种情况。我倒不觉得他会目前的情况，他未必会给人清算，但是他下面的那批人惨了。下方那帮人肯定会被清算，但我其实认为说，习近平要真退下来，他也会被清算。你说，因为。下边的这些任何一个人换上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事儿都没法干，没法干怎么办呢？你总得找个这个
负责任的嘛，就是当年是谁干的这些事儿，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这个把这个事儿给纠正过来。你否则的话你怎么改嘛？就是邓小平上来先要做一个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做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重大决定，对，这个先搞一个这个意思就是老毛啊，这个错了。3七开嘛，他这老毛不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老毛本来是想这个5.5开的，后来说不就5.5开这个就不好说了，是吧？弄了一3七开，所以现在习近平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下去，别人要想扭转这个局势，也必须政策方向性的东西要进行一个大的变化。从政策角度来讲的话，得否定习近平，至少是部分否定，我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政治清算，你哪怕说不清算这个人，把他给抓起来，路线要清算，路线要清算。对，那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啊，你们都这么去想的话，我当然不能放权了。现在呢，传出来的消息说他指定的接班人说是李强，正因为说是李强，我觉得我就很难相信这个消息了啊。李强他一直都是办公室主任，是秘书这个出身一条线上来的，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的，不是吗？而且李强他以他现在的这种位置和他的那种所有的这种表现，他怎么能镇得住中国的那中共体系？所以这不是真退啊，我只是退的幕后，前面找一个听话的，继续这个一个后边的当党主席，前边呢这个找一个总书记，也许是这么玩。因为习近平如果说他搞一个这种类似学毛泽东这种所谓的假2线。那他这个理论上来讲，他觉得他能控制这一套东西的，比如说军队我还实际掌握，这个人事大权我实际掌握，外交政策大权我实际掌握，这跟江泽民当年那个所谓的退休是我觉得是很像的，对吧？对，他这次把江泽民捧得这么高，表面上是6·4啊，肯定他的6·4还什么镇压反动工，表面上是这些。其实你说从某种程度上，他这么肯定江泽民的话，是不是就刚才秦鹏讲的？那江泽民当年也是那么留任的呀。我虽然第3任了，我这一届我也可以那么去再照着做呀。他这次纪念这个江泽民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传递出来的消息。就感觉就像你说的，只有他和其他人嘛。对，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政治妥协，他是一个妥协，他跟江派进行一个妥协，因为过去这10几年，你说他反贪腐抓了上百万人是吧？什么主要就是江派的人，尤其刚上台那功夫，对他抓主要是江派的人，而且打的是什么闷声发大财派呀。腐败嘛，腐败嘛，就是那个闷声发大财，就是江泽民的路线弄出来的这一批人。他就是一上来，虽然他是江隔代指定上来的，但是他最开始抓的全是江派的这一批，从军队开始，对吧？就抓了一大批人，所以他是得罪了那一大批人的。那一批人是惶惶不可终日，所以他现在弄了一个这个，把江泽民2条路线，都肯定了。这意思就是说。咱们不动你们了，到此为止。而且关键什么？他见了江家的人，他见江家的是20多个人嘛，20多个人，你想江绵恒也好，江绵康也好，江志成也好，这都是大鳄，都很多钱的这批人。好了，这个大家一看，他们都可以了，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在传说这江志成。给抓了，对，给扣了，什么没有啊？现在习主席还亲自亲切的接见了一通，勉励了一番，所以他没事了。江派这部分到此为止了过去的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不动了，不追了。以前被打下去了就活该了，现在以后咱们就不追了，不追以后换什么呢？换你们的政治势力影响力应该继续支持我。这个是我的感觉啊，他是做了这么一个妥协，这么一个交换的。那他做这一步，其实也说明什么？他在党内遇到麻烦了，力量不够了呗。对，力量不够了，所以争取有生力量。对，就是说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支持一下我。那这个就很明显了。现在因为他跟团派已经没法团结了，团派他给嫁出去一个，弄死一个。对不对？这个怎么弄啊？这个东西就没办法了，它是对上了是吧？跟军方很多人其实也弄掰了，红二代也弄掰了，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唯一可能稍微那个一点的，
就是江派了，就发大财派，哎，就是闷声发大财派。结果恰好跟他这个过去十几年的这个总路线啊，就反贪腐，刚好是顶着的。哎，但是这政治是这样，到时候妥协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转了就转了，你也拿他没办法，对不对？所以现在感觉是这样，怎么这突然传出这么一个来？哎，这个就是有点蹊跷，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包括他自己去讲江泽民、讲朱镕基。都是包括他自己亲自讲话讲江泽民，都是什么2442，就是说这是2442是什么？习近平，我跟你讲一句话，习近平是人民领袖，就是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绝不可能，江泽民那种老油条绝对不会讲的，朱镕基更不可能讲，但他就硬安在别人，由他自己讲出来。其实这个毛泽东也不好意思喊毛主席万岁，但他真的就能喊得出来。这个也是一绝就是了。这两天你在分析嘛，就这次江泽民纪念的这个会议当中，其实他一直在传递着很多的信号，从刚才讲到是对江泽民的肯定，然后呢对温家宝的这种打击，对，没错，是吧？使了这么大劲儿，他就要让大家看到，他其实还是在向外面宣讲，所以他这种宣讲也不觉得他要不干的那种感觉，对，不像啊，对吧？对，所以不太可能不干。因为他现在的这帮人，你说谁能背得起这个锅呢？我觉得背不动，背不动呢。你说替这个习近平在前面当马仔，然后习近平在后边这个遥控指挥，那你还不如自己来做呢。那帮人一定会这么想，对吧？也表达一下忠心嘛，对吧？就跟当年你看，江泽民一度也是传出来要退休的，在16大之前，他说我这个全退下来啊，结果把这个什么乔石、李瑞环噼里啪啦全拽下去了，都给劝退了。对，劝退了之后，结果这个后来军委的那个20个将军说我们要江主席这个继续担任军委主席，然后逼着胡锦涛表态。那最后呢，胡锦涛只能表态，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来讲，也许真的有可能学江泽民那一套。这就是当年这个赵匡胤干的那一套。那一套。黄袍加身，我没办法，我不想干了。对。但是大家非得让我干，所以我也没办法，我只好干了。这次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前两天讲过了哈，他不给就那个12集的纪录片里头，连温家宝的整张的脸都不给，正面绝对没有，只有个侧面的一个后脑勺的那个侧面的，对吧？那最后遗体告别的时候，火化那天就昨天嘛，好像也有同样的这样的镜头，对，也是对他那个花圈呢，他的新华社的报道。这前面和后面的报道都是说，习近平的讲一大堆名字，然后最后一个是胡锦涛。以前对江泽民不是这样的，胡锦涛的时候是胡锦涛、江泽民，然后才讲到别人说，现在就把胡锦涛放到最后，然后后面就没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你这个上面讲的是说这个，习近平。某某什么同志，什么某某同志，包括胡锦涛同志，都在朱镕基病重期间，都亲自或委托他人前去看望和这个慰问。这个里面没有温家宝，是吧？然后到了送花圈，这个去送别的这个报道里面也没有。最有趣的是，我是认真看了那个视频呢，他那个花圈呢。他一出来的时候，靠左手边是习近平依次排下去，右手边应该是胡锦涛依次排下去，这个以前的一些老人呢排下去，左边上位是在职的人，然后他的那个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拍，永远是从左边摇到中间就没了，就绝对不往右走。就对，不往他的右手边去，然后右手边为中心，对，然后第一个呢应该是胡锦涛，第二个就应该是温家宝，温家宝前面就站一个当兵的，把那个名字死死挡住，就是完全挡住。纪录片里没有脸，然后送行的时候呢没有花圈，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好像温家宝是和那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常委。
就弄了一条，没单独给他一个花圈。我一开始也以为他那个就是有一个没露名字的那个花圈，可能是温家宝的。到现在我没搞懂那个花圈是谁给的，那个好像不是。所以呢，但不管怎么讲的话，官方其实很明显在刻意性的再去压这个把这个温家宝给对压下去，对，因为在中国是这样的，那个所有的这种官方报道，尤其人民日报的报道，对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它里面的人出来以后排位第几个，出了几秒钟，说了什么语言，用了什么词，是逗号还是顿号还是句号，这里面都非常讲究的，因为下面的官员不知道上面斗什么，靠什么就靠这个东西，靠这个就是上面北京最顶层呢，就靠这些细微末节对下面进行暗示，暗示了就是说，所以你知道中国的很多官员啊，退休以后天天看人民日报。我不是以前讲啊，看他这老太太，你们退了那么多年，天天看人民日报，拿个红笔绿笔的红勾勾绿杠杠的画呀。我说你这画什么呢？他说你们看不懂啊，你看这个是已经很明显了嘛。我说什么东西明显？你完全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他们看的就是这些道排序呀。哎，对了，对，所以他这个你这个东西一安排，就等于暗示下面的广大干部们。这哥们儿已经赶出去了，已经赶出这个核心了，对吧？他的人马以后你们就别再玩了啊！就是我们要换另一波了，这个基本上给的是这么一个信号给大家，所以他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这一串在北京的这个活动，你看这个温家宝的这个处理啊，就非常有意思了。对呀，一直在向外面传递各种消息。现在呢，这个消息出来了，大家都在猜测或者分析。那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你觉得他会自动下台吗？他真的会放弃第4期的连任吗？你说，有可能。像刚才 Kim 就在说，哎呀，他呢是该得罪人都得罪差不多了，台湾也拿不下来了，身体又不行，任内不能解放台湾，该败下了啊，应该下台了。你呢觉得他能啊？你就打个1，你说 no 啊，我不相信啊，这种人还能下台，你就打个2，好不好？因为呢，很多的事情他真是这个样子，他能下台吗？他留这个烂摊子，谁能接呢？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看啊，这是美国的张家墩，其实这个消息呢是在去年9月份中国大陆就有了，立刻就被拿下去了。财新的一个报道说呀，中国到去年8月底，流浪人员有4750万。4750万，但是这个消息呢，财经报道一出来之后呢，立刻拿下。你现在就已经找不到这个原文了，现在呢，全部都是二手去引用摘要啊等等。那么最近这2天，张家墩在国会的 Hill 上面呢，再次说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这2天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么4750万是到去年8月份，今年得多少？你们如果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你们觉得这个 homeless， 也就是过去叫流浪汉呢，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吗？那把你的感觉呢也给我们说一说哈。那在我们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完成一下工商资讯，给大家推荐一下黑高资啊。那我们签这个合同呢是一定要多少期啊，去给他们推荐一下的。然后呢，在这里呢也是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me style 以前给大家介绍过哈，他呢是用了黑高资之后呢，真的是很感恩呐。他呢就在讲，他说真的是调理好了全家，他自己呢是年老失眠啊，他自己说多年的失眠折磨，吃完黑高资睡眠呢彻底解决了，第2天也觉得精力充沛，效果好啊，所以他立刻呢就给在外地学医的女儿，经常熬夜的他呢，去赶快让女儿去服用哈，结果呢，女儿也是反馈的特别好，马上呢，这位孝敬的儿媳妇又给自己92岁的老公公啊，也呢去送了黑高资，3个月回馈呢也是非常好。现在呢，他们全家连他的先生也都开始呢服用黑高资了，所以呢，他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谢谢我们的推荐，这是一个实用又放心的良心产品啊。那在这里呢，他也自己说家人呢的健康
能够保证是自己最大的幸福。感谢真心的推荐。那我们也呢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之后呢，就是它的9蒸9赛呀，容易吸收啊，包括呢黑高兹本身的营养成分呢，确实是不错啊。那它这个产品也经过加拿大和美国 FDA 的这样的一个审核通过了。那石山和我们都有服用啊，那确实觉得精力很充沛，睡眠呢有非常好的这样的恢复。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呢，可以点击屏幕下面的 link， 可以享受85折。在这里呢，再一次谢谢给我们反馈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和购买支持我们的您啊，再一次谢谢您的信任。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我知道红海参是可以月定，对吧？黑高兹可以吗？他们这是厂家之间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每个厂家呢不一样。黑高兹呢价格确实不菲啊，那你它也是促销嘛，那确实好，你觉得好你才愿意月定嘛。那人家厂家提供这个服务，现在黑高兹目前没有哈，但它是可能但大家可以注意，如果你像感恩节它一定有促销，那个时候可以多囤点儿。那现在呢，不能月定。因为价格相对来说它还 OK 的啊，那个小瓶的是130多块钱一瓶，还是服用的可以的。那基本上一勺的话，那一瓶有的人吃了2、3个月，有的人吃1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大概我是吃差不多1个半月吧。一瓶嘛，对1瓶。你有的时候还整2勺呢，我知道。有时候就忘了啊，就忘了，因为味道还可以啊，当零食吃了。看电视的时候吃。好的，谢谢石山的反馈，也谢谢我们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再说一说，习近平想放弃第3任任期，可是呢，你这弄下这么多烂尾工程，你怎么弄啊？所以今天我们说的他这个烂尾工程就是这个4750万。你说越是烂尾越不能推。是不是啊？我们必须要就回顾一下毛主席的教导啊。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谁是？你这明明是在说这个习主席嘛？对呀，你在说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吗？毛主席是这么说的。所以你这种的，他越是做坏了，如果他做好了，他还愿意还有一个好名声，是吧？这也就罢了。就做坏了，就退起来就是不甘心。哎呦我天哪，使了那么大劲，把第3任好不歹弄到手里边，千夫所指，完现在又使这么大劲，摆出这么多讯号来。哎，我第4任还不干了，我也不相信。而且你说李强，你说个别人我必须还相信，你说李强更不行。而且这个刚才石山讲一点很对，就是说中共这些官员啊，你越干坏了，他越觉得憋屈，对，越的想把这个盘得给翻过来，就像赌徒一样。对，就这种感觉。你看毛泽东当年为什么搞文革，就是因为之前的想的赌越来越大啊，大跃进把这整个事儿搞砸了，然后呢被人吃人了都，人家这个7000人大会给相当于是给批评了，赶下去了，就跑到这个边上去了。那么，但是他就从那以后就憋着一肚子火，说不行，我得想办法给弄回去。结果后来就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或者用他的这个枪杆子加上这个就是刀把子，然后最后翻盘了。习近平去年不都已经开始翻盘一次了吗？当时你记不记得当时丁薛祥怎么去搂头发那个，我们给大家分析过。现在他这个呢就已经不是这第2次了，对不对？他现在要干第4任，他又得去集体翻盘，所以他现在拉拢江家是为了退吗？我觉得不认为是退的，对呀。但是呢，这个数字4750万的这个流浪者，这个让我很吃惊哈。这去年8月底的这个数字，今天呢网上大家都在讨论，对，包括这个也算是习近平的成绩之一。真的，真的。咱们讲朱镕基的时候呢，就在讲他那个时候让多少，有的说4000多，有的说6000万的职工下岗。那当时造成多少人？那也没说有多少流民呢。他只是没有工作了，然后呢，丈夫驮着妻子去卖淫去了，很凄惨。现在你这叫4750万的无家可归者啊，对，流浪人啊，这都是这个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群众。直接说的，当初就说是流氓无产者嘛。其实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基本的力量。这个中国共产党设了他们的宪法里面就是。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其实就是无产者领导的，这叫流就是没有房舍的人，流民嘛。那个忙就是没有固定职业嘛。
就是这样，就是有什么活干什么活。中国古代都是这样，一旦流民多了，这个政权基本上就非常难稳定。而现在中国共产党发明了一套的办法，怎么控制这个流民？我看他是控制不住，因为你没有办法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给这一批人，你这是控制不住的。你这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网上也看到很多，就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这个东西都是很明确的，这个是顶不下去的。现在确实很严重。我们那一天见到一些，就这个周末啊，见到一些从大陆刚刚过来的，就说说原来这个很繁华的大城市完全没人，回到乡下在县城里也没人，但是这个人哪儿去了这真的搞不清楚。其实，经济数据也很清楚。经济数据也是，这个经济是绝对是在往下走。这个数字，张家墩引用的这个数字是去年财新网报道的，但是他这个数字是由统计局的副局长他们组织做的一次内部调查，对不对？对，按照那是当时2025年9月份财新网这个报的。他说呢是国家统计局陈荣辉组织的这个34个省级的调查机构摸底的。然后呢，截止到2025年的8月底，大概全国有4750万的无家可归者。天哪！这个呢是2020年疫情前数字大概是5.3倍，那个时候大概是900万。900万。然后呢，33岁以下的大约是61%。要以年轻人为主，33岁耶。对。因为超一大半，61%耶。年轻人失业率本身也高啊，其实反而可信。而且他是没结婚，他也不将就，所以宁愿睡在街上，到处省了房租了。对，房租。对，而且60岁以上的大约25%。这中国够了一定年龄以上的，基本上找工作就很难了。打零工过去好多也是能打，但是呢，就是越来越难了。那么。所以这个呢，报道后来就被删了。这两个群体加起来就86%了。对。所以呢，你再看中国现在这个大城市、桥洞，包括深圳的那个街上、公园那个长椅，还有这种火车站、便利店，确实现在是大量的这个年轻人或者好多人在那儿露宿。这一点上是前几年真的是远远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实际上是。很难，因为很多人其实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以前广东或者以前那些地方，你其实是可以去打工的。现在打工都没得打了。对，以前那个时薪，13块、15块、17块，现在基本上就是7、8块了。对，跌得很厉害。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这个高杰，你去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也是这个什么失去的20年那个当中的时间，我是2000年去的，对，刚好是这个日本呢最糟糕的情况出来以后，刚好差不多10年左右吧。日本据说也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吗？有，但你说很多没有那种感觉，我在那个时代是有的，而且。日本人是告诉给我，因为我们当时年轻嘛，去留学，然后日本人告诉给我们，就不要给他们送吃的。我还曾经有一次傻了吧唧的，我就瞎可怜人家，我真的是拿那个盒饭啊，就给对方，对方是冲我吼的，不接受的。对，日本人这一点是特别不一样。日本人说我只是睡街上，我并不是没饭吃，你想干什么？你什么意思你？然后后来我才明白，就是他有的人真的是公司破产了，自己破产了，然后呢，我就是零花费，然后呢，我就睡到这个公园旁边啊，有水啊，就洗一洗，那个时候就有，但是没有说的那么的多。还有呢，就当时去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哎呀，你们来的都晚了，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遍地黄金了，那个时候来的中国留学生，那到街上抢人呐，都雇人。然后之后就不行了嘛。但即使那个样子呢，我现在回头想起来，就是普通人该上班，他只是赚不到那么多钱了，但日常的这种打工的、上学的、工作还是稳定的。日本的企业也不裁人呐，基本上尽量能保就保，所以整体的社会是稳的，没有见到说这么多年轻人，没有。大部分都是中年以上的人 ，homeless， 很少年轻人。同样是东方文化啊，
日本人碰到经济危机的时候，老板先减自己的这个工资，然后高层、中层、低层一步减，最后才减到最底层的员工的工资。裁人的话也是这样，他不裁底层的，因为他知道下面这批人没钱，一裁掉，他就马上就生活就困境了，所以他就先裁这个比较有钱就比较富的，这个就不一样。你看中国完全反过来啊。赚钱，我觉得好多做法，它不能说是东方文化。其实中国的很多做法是共产党来了之后的那套做法，弱肉强食。中国人就不是人，在他们这套体系当中，日本人把他的国民是当成人去对待的，他要让他的国民吃饱吃好，然后呢最起码能够稳定。你看他的政府做很多事情，他是为了这个国家好的，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中共我觉得他怎么能把普通的老百姓放在手心上啊？所以，秦鹏，你觉得现在已经是比去年8月份到现在已经整整又过了1年了。对，你觉得现在的这个流浪的人应该是多了还是少了？应该是多了，因为现在整个经济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在继续往下走。而且呢，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的情况，特别是什么大学生啊等等这批人，其实更加糟糕。你现在以前的时候，这个很多人可能还可以去跑外卖呀、做这个呀、做那个呀，现在没了。现在因为饱和了，对，饱和了再怎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人数只能多不能少。就是无家可归的或者没有工作的，当然有一批人也许的话他是可能回农村，但好多人不会，没地方去。因为农村的这个生活开支和这个负担呢，比你流浪还高，所以还不如流浪了，这个感觉。对，因为你在农村，你守着那个地，哎呀，还有各种各样的，它有其他的问题。况且现在它是这样，如果你长期出去打工，虽然你户口还在本地，但他已经不分责任田给你了。对，就有一些，就是村里面就把你的那个地啊，一个流转给别人了，给收回去了。对，因为好多人实际上是没有了的。对，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回去你怎么活？你也要活不下去。你在城里面，一个星期干2天，你这当流民，你还能就是灵活就业，对吧？对。问问我们的观众哈，如果您是在中国大陆的话，你感觉你周围的这个城市，这种 homeless 就是这种无家可归者，从去年8月到现在是不是增多了？那你这时间线如果再往前的话，疫情之前到现在5年，是不是明显的多了呢？如果能把您的大概城市，比如说北京、深圳、广东，你可以列一下哈的位置在哪，或者是你看到的，包括上海，你可以给我们说说你自己身边的这种真实的体感哈，你是什么一种感觉？告诉给我们一下哈。然后呢，这个数字出来之后呢，包括在中国的叫做现象界叫科普漫画 IP 叫混合的混，知识的知，混知的创始人陈磊说，他也被这些统计数字呢给吓呆了。但是呢，他自己就感觉，哎呀，他最近呢就看到太多的无家可归的人。然后这里边它有个数字呢，就显示你要知道深圳深圳这是改革开放的最早的地方，最有钱的地方。那个时候我记得就在胡耀邦题字吧，是胡耀邦，叫南深北黑比翼齐飞嘛。他当时想打造这样的一个开放区，那边就是深圳，这边就黑龙江的黑河嘛，一个是苏联，一个是香港。然后呢，深圳他这里边举了个例子，一个他们叫做服务中心。我查了一下，它这个服务中心呢是叫做党群服务中心。它党群服务中心，就这一个服务中心，每天将近有3000名年轻人到那里边去，为了在那里边拿到他的免费的网络呀、空调、冷气、食物和饮水，给手机充电。然后呢，它呢在深圳这叫做中共基层组织运营的，一共有2300多个这样的服务中心，其中一个就每天3000多人，其中一天3000多人。这里边呢有大概500多家是24小时
运行的。那按照它这个党建呢，它的功能是干嘛呢？就是叫做它构建这个叫做多层级的服务网络，涵盖市区、街道、社区以及园区和商圈，目的就是提供冷气、饮水、手机充电、图书阅览、热门的什么百姓书房以及应急休憩等普惠性的公共服务。然后呢，刚才我提到了，其中有500多家还开设24小时的夜间服务区，满足夜间群众与户外工作者的过渡性需求。我就在这琢磨哈，我说这共产党啥时候这么好了？但是有的城市像深圳是有钱的城市，深圳确实有比较有钱，深圳的那个这财政收入就是比香港还多。它虽然可是他第一个服务中心就3000年轻人呐，那你算算吧，那2300多，你10%那得多少啊？光深圳就这么多无家可归者耶。那当然不是说这3000人都是无家可归者，但这数字非常可观呢，都到那儿去。你想一想，一般正常有家有公司的，在公司充电了，对吧？回家里的他不会跑到那儿去，多不方便呐，而且开车呀、乘车也不方便。对，因为深圳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不是什么叫什么三河大省啊，主要是讲广东那一带的，那个桥洞底下、隧道的里头，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地方，确实有很多人在里面睡觉，然后白天就出去干活啊、打工啊、找工作啊什么的。确实，以前会觉得那是一个临时现象，就是说你一到深圳，你找不到别的工作，你还在找，你没地方睡觉，你没钱了，那就先混着，是吧？然后你总会找到工作，但是现在确实是工作很难找，非常非常难找。前2天不是看那个叫什么于东来，那个胖东来的那个老板叫于东来，老板叫于东来嘛。对，他不是说他们那个超市里面什么剁肉的、卖菜的，很多都是很高学历的。对，然后所以他研究生的，所以他看了以后，他觉得哎呦我的天哪！他还那个报道中说他还流泪了。对，有这个说法。是吧？对，他同时你别忘了，前2天讲他还招了100名的复员军人，公开招聘，还招30名曾经就被判过5年刑期以上的刑满释放的人。这个得非常小心，这个很可怕。这个是黑社会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分分钟给你这不是响应党的号召吗？安排复员军人，据说他以前安排过一批，对不对？安排过，因为那个再一个呢，他本身他以前也是犯过事儿，也被关押过，所以他本身的话呢，觉得其实。相当于是帮着政府再去安置一些这个就业困难人口，因为这些人其实现在官方是没有地方去安置的。原来80年代我有一个哥们儿的弟弟，就是在一个外资企业里面干活工作，工资还挺高的，但这个人就突然就是来劲了，他说不行，我要当兵去了，他就报名当兵了。当兵以后啊，这个外资企业很厉害，这个老板一看他当兵，马上跑到政府那个地方说，我们支持他当兵，而且在他当兵期间，工资不变。这个我当时继续发钱吗？继续发钱，工资不变，省了国家的军饷。那个没有，以前你知道这个，你当个兵就几块钱。以前当兵没什么钱，是最近几年才这个当兵开始有钱了。以前是相当于只是一个，你能买个牙膏，能买点这个肥皂，就这么点生活就是最基本的这个补助而已。对，我小时候当兵是6块钱、7块钱一个月，对，补贴。后来的80年代大概10几20块，那个也很少啊。你知道他在那个外资企业200多块钱一个月，所以他当兵那个企业说，我们第一职位给你保留，第二呢，你当兵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基本工资照发，就奖金当然不会有了，基本工资照发，那也很多，就差不多100块钱啊。结果这哥们儿去了部队，他的工资比团长还多，团长很生气，说你他妈的。但是这个外资企业就变成了
广东当时广东省政府就说这个是拥军模范企业，对不对？就给他很多好待遇啊。这个时候所以我说这个外资老板当然是香港商人还是台湾商人，反正就是政治运作的这小钱，哎，运作的很大的结果。那胖东来他这样的运作，这是你怎么把它看成涉黑组织了？哎，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在云南，他的公司就是一堆当兵下来的，打过仗的，就是在越南打过仗的，那这批人呢就很横，你知道，老子卖过命啊，打仗，所以做生意搞不搞就跟别人打架，打了以后，后来那个警察就把他们抓起来，说他们是黑社会，他说我们怎么是黑社会？后来就没有按黑社会判，但是按黑社会处理的，那当然也没有太过分啊，所以他说后来我们开玩笑就说他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因为他的员工有组织，打架大家一起上，那个东西都是有信号啊，有什么什么这个你不是像黑社会性质吗？所以这个很可怕。是不你到时候别人说你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你知道重庆那个有一个酒店老板就被抓进去，就当黑社会抓进去了。他就是他的保安队，跟别人打架的时候，那保安队是有组织的，打了以后我不能说你是黑社会是吧？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后整个酒店就没收了。所以你觉得胖东来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迎合组织吗？我觉得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危险。胖东来做呢可能没事儿，胖东来做可能没事儿，别人要做呢可能真有事儿。胖东来因为毕竟他的这个影响在这儿了。而且呢，他们以前又招过类似这种人，所以呢，我倒觉得他可能没事。但是今天我们讲到4750万流民的时候，哈，其实我看到胖东来这件事情呢，我马上脑袋想的什么呢？这个流民，中国所有的黄巢起义啊，各种所谓的起义啊。不就是流民吗？没错，那个流民最后就是没吃干旱，然后卷的整个全跟着是像蝗虫一样到处的吃人呐，都对不对？几乎就是流民。现在已经4750万了，刚才你们讲了，肯定人数会更多。之前我记得大家一直在说，如果中国现在发生一个动乱的话，他说你什么都没有用，你家里囤的粮食，那种小资有别墅可能会成为最先袭击的目标。所以我当时看到胖东来去招这样的人，我脑袋第一个反应，这有点像私人卫队。网上网民就在说，他说怎么着，你要招这个像司马懿一样招3000死士吗？真有这样说法呀？对，你说他是涉黑还是要去防什么呀？他当然很清楚了。你说胖东来这个人来讲，他也混过社会啊，他这么多年他跟不同的人在打交道，他不知道这个官方什么想法吗？当然知道，他知道官方什么德行，所以呢，招来的这批人他一定是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分散在各个地方。司马懿的3000死士也是分散在各个地方，分散在南山里面，对，躲到山里边了，那是不一样的。因为所以他这个，你说共产党的话，难道不会派一些人进入胖东来的这个里边去跟踪去调查吗？很清楚的，一定有的。所以我觉得胖东来是不会搞这种事情。胖东来呢，他一个很重要，他跟当地的政府，就是他跟他发家这个地方的这个许昌是吧？许昌还是什么新？许昌，就是他跟那儿的政府的关系非常好。对，他可能也这个帮政府处理过不少这些事情，所以我估计只要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什么太大的事。应该不会。他这两个地方，他那两个城市，他弄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别的地方的话，那些去哪儿，那些城市有的想吞人家点东西。但是呢，那两个城市我觉得问题不会特别大。哇，已经4750万了，加几千万，再扩大奔亿去了。我的天呐，在中国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流民，那意味着什么？大家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下面这位叫做 Blue Fool 8304说，胖东来干这件事就是给那些看上他的钱的老爷们看的啊。这是我们观众的一个解读啊。对，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4750万的流民。然后呢，这习近平，他以前把李克强整死，不就李克强说挣1000块钱的有1亿人，对不对？
就是他不是说中国6亿人6亿人，对对对，我他说中国已经小康了嘛，习近平说小康了，然后呢，现在整出4750万的流民来，这习近平这里被打的这脸啪啪的响啊。习主席已经不在乎了，反正打这个，他反正脸很肿，对，无所谓已经很胖了。我统计局去年他们去做，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呀？内部的调查，然后还不让报道，他为什么在去年要做这样的调查？好多调查呀，其实是有内部调查，一定有研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就跟那个北京大学原来那个叫张丹丹，他要去研究说这个青年失业率到底多少，怎么等等这些。一方面的话，他会有一些人永远会去研究的，以什么名义？另外一方面，官方其实也是希望有一些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只有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做出他们的一些防范。他可以不解决，或者想方法设法去解决。但是呢，他正常来讲，他会想方设法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这一点上来讲，就是很多的这个普通老百姓总觉得中央好像不了解下边的情况，那都骗人的，不可能的。他非常清楚，而且呢，你知道，除了这个官方这个渠道，他们还有一些这种叫情报系统。比如说通过某些地方的官员、某些地方的这个秘书、某些地方的什么人，他有一套这个方法。再还有一些什么体系呢？就是叫内参体系。所以呢，你像这个中国的县处级以上的这些官员，他们就有内参，说哪个地方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哪个地方又发生就类似我们说这种杭州类似这些事件，以前在他们的内参里面经常会出现这些事儿。就是官方哪怕不报道，他一定这些事儿会出现的。这样的话，他知道说这个事情怎么样子，要预防，其他地方要小心，要预防。他目的相当大一个程度上是这个体系内的这个统治的问题。而到了一定级别之后，还有一些这个拿到更高级的内参或者更深的一些调查。比如说呢，就是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对吧？不，就是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他们两个就是不同级别的这个内参。他们那个最高那个叫叫什么情况什么叫情况汇编？对，就国内情况汇编，就是全是原始的，所有的这个定语、状语全部去掉。对，写的很简单。就是事实，没有像什么这个叫做伟大的、光明的、正确的这些，或者发生了什么拉扯，打了就打了，弄死了就弄死了，他不会去搞这种好像官方通报上的那些这个托词模模糊糊的，全是这个，所以全是很清楚。对，所以以前那个你知道那个他谈到写内参只有6个央媒可以做，这个人民日报、新华社，对，中央电视台，对，然后是这个叫什么光明日报，以前还有个经济日报，反正就几个这个他可以做，所以这些地方的记者，你在这些地方你去工作，你拿一个编辑的职位很容易，你拿个记者的职位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就是说你是人民日报的记者，那你了不地啊！你知道，刘宾彦以前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啊，他到广东省的时候是直接可以参加省常委会议的。为什么他可以写内参的？他这个内参一本参上去，那你不得了。你知道那个什么，我们上次讲的乌云毕利格，对，那个案子之所以那个能够翻过来，就是当时驻内蒙的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写了一份内参上去了。所以你找省委书记是没用的，你就是找这个内参的，对，直达天庭啊。对，以前跟着一些朋友，这个新华社的那些人跑到下面去，实在找不到地方住了，就跑到那个县政府去，说：“我是新华社，马上给你安排啊，这个好的很啊，这个给你安排。”然后那个县里面的宣传部门的人马上就来陪你，然后你要不要车，要不要什么，就吃啊，好吃好住。他说：“这你出去玩不想混这个，赶快搞了，赶快跑啊！”就是因为我是见识过啊，我这真厉害。这个就是就怕你写内参，但是现在内参的系统啊有点问题。
有问题了。因为呢，就是你知道这个系统工程里面，这个信息反馈它是有个流向的，你的行政系统是指令是从上往下的，你下达一个指令，你要做这个就下去，然后情况汇报又是通过这些系统回来的。你知道，你做行政就知道，尤其中国古代，你传下去是有折扣，传上来是层层加码啊。明明杀敌10个。到第2层就100，到第3层就2000，到第4层哇，这个大捷，我说杀了2万敌人，什么这种情况就经常会出现。所以你这个传递的系统是不能混乱，就像你现在这个以前又没有这个互联网的这个0和1的这个2进制是吧？他又没有这种，所以这个东西，所以他才要派钦差、派监军。就是特别去看，然后以前中国的很多官制的设立，一个是行政官员，另外一个就是刺史。最早刺史啊，汉朝的刺史就是干这个的，刺探情况的，就是在那什么都不干，专门监督啊。到了现在一样的，后来这个新华社也好，这个内参系统他就干这个，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宣传系统高度的行政化啊，一致是这个报上来的情况也不准了。现在就得靠什么特务系统、国安部门呢？靠另外一些系统，自己再设立另外一个系统去刺探这个。习近平知道吗？所以这个很复杂，现在搞的。就是现在这套系统整到这个份上，就是4750万，还有3.2亿灵活就业呢。这3.2亿灵活就业，这离着这种无家可归这里边的%多少啊？离着多远呢？习近平知不知道啊？他那个时候因为李克强说有6亿人一个月挣1000人民币，现在比那时候要惨得多了。你习近平知道不知道？你这个系统，你又要蔡奇又专门给你调查数据，又要有这么多的系统，这些系统已经偏到了习近平不知道啦。你们怎么看？就是看他的这个，所以看他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他的智商有多高，这个就是这样。所以以前中国讲专制的领导人是需要非常高的道德水平，所谓内圣外王啊。是内圣外王才行，就是你必须要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你有一个自省、自己检查自己的这么一个功能，你才能当好这个皇帝的。所以皇帝很难当好的啊！别人给你说几句好话，你就真的就忘乎所以了。你别说皇帝了，像我这样的啊，你做节目。别人说：“哎呀，石山你讲的真好啊！”多几个人讲，我也忘乎所以啊，就忘了自己是姓石还是姓什么了，都忘记了。这很容易的，人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当然我们批判他，我们批判他，但是确实是不容易的。别人说你好话，连着说你就忘记了。人说这只是小困难，已经解决了，或者怎么样了。他们虽然是灵活就业，但他们其实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你信不信？他肯定信了，要不成天喊中国梦，对吧？他肯定信了，所以我也怀疑他从去年到现在，习近平也拿不到任何真实消息了。那蔡奇这一类的还不敢让他生气，时间长了，你一个领导人当政时间长就有这样的问题，没办法。卢音呢说不怎么在外面逛，所以没有看到流民，但明显人少了。以前中关村天天堵车的地方，现在任何时候都畅通无阻，感觉哪儿都没人了。张建 King 他说呀，他们知道啊，就认为呢，上面是知道的哈。然后这个高阳说门儿清，怎么可能不知道啊？那什么都知道，习近平什么都知道，你就知道你把中国已经治理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说你心里不打鼓吗？我真是服了这样的人了。你不害怕吗？这是无家可归者就已经几千万了，还有3.2亿的这种。我小时候是在文革当中长大的，是吧？我是小时候一住2个城市，北京、广州2个地方，2个都是开放城市，是不允许有这个要饭，不允许有这个所谓无家可归的，是吧？所以我是完全不知道还有。在新中国还有要饭的，对，完全不知道。对，我是有一年就去江西了，就文革当中应该是74年还是什么时候，大概是那个73年、74年，我去江西，结果呢就
到了他们那个八一广场。八一广场呢，有一堵墙，这堵墙呢就是宣传栏，上面贴了报纸，写大字报，还有一些是这个党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就写那个。哎，我就跟我一个表哥，那时候小啊，才11、12岁吧，大概是，就跑那儿去就是转悠。突然我就怎么发现这个墙后面怎么有声音呢？我就探头过去看，那个墙后面全部都是露宿的人。那个我从来没见过，就是非常脏啊，衣服很烂呐，然后这我从来没见，那是我第一次见。见了以后我大吃一惊，我就跑回去问我的一个亲戚，他是省委的，我就问他，我说那个是干什么？他半天没说话，最后告诉我，那些都是这个不好好从事劳动，阶级敌人，反正就讲了一通啊。但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人。但是那给我冲击巨大啊，对我幼小的心灵损害很大。我说，哎呦，我那个中国还有这样的地方。你勾起了我的回忆，那个时候都已经快80年代了。我是在山东第一次见到讨饭的，真是拄个棍儿，而且是5大3粗的一个男的。然后在我的一个舅姥姥家，然后进门就伸手要点饭吃，没有饭吃。然后呢，舅姥姥那个山东吃地瓜，给了他一个煮熟的地瓜，然后还给他数落了一顿。四肢健全，不去干活，我印象特别深。然后也是不明白，没见到过，不知道啊。然后就问这是怎么回事？那家里的老人就说啊，懒汉不好好干活，他是这么去说。可但那个时候就已经，我也是印象太深了。但是和现在这个 homeless 就还是不是感觉不太一样，对，不太一样。对，那个时候他真有可能是逃荒的，就是说真是没饭吃就跑出来了。现在是没工作呀，现在是真的是。并不是说，要饿死，他是因为要找工作，就是安定不下来，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安身立命，所以他在这个游荡。这个情况呢，确实是也是会不太一样，和那时候，对吧？所以现在呢，包括刚才我们讲的是没有工作的，还有那些就是失信人员。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啊，他没有就一上那个失信的那个榜上去之后，他的高铁也坐不了了，他什么都不行了，连你的银行，你只要账户有点钱都给你划走了，这又是一大部分的来源。所以现在中国呢，这种事情失信人员现在越来越多啊，随着房地产现在情况越恶劣的话，失信人员越来越多。香港叫潜水楼，潜水楼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房子的价值比你贷款的这个量还要低。这 underwater 嘛，美国叫就潜水楼。潜水楼就是在外国那我就不还了，你拿走吧，你这楼是吧？我就算了。但是在中国这种潜水楼，银行拿走了，你还得还，追你一辈子。对，这个中国太吓人了，太吓人了。所以我那天在网上看有个人说，他说你看咱们说当铺啊，当铺我拿一个手表去当。值100块的，他说只20块给我了，然后我拿20块走了。我如果还不上这20块钱，那个表你就拿去卖了，对不对？对。现在中国的楼房就是他把这个表拿去卖，发现没卖出20块，他到处全天涯海角追你，还上那些最后那1块2块的你也得还给我，就是这个就完全就是跟这个行业的这个初衷和本意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就是为了保护所谓的国家财产。布鲁富呢8304说 ，B 站上、抖音上大把流浪的视频，住桥洞、住烂尾楼。然后呢，这个 Top Digital 说，你包子连任不连任不重要，工资不能停发。还有呢，张幼霞8964说，习害怕什么？上山下乡不比现在苦。习近平是经历过那种中国动乱的，所以他觉得中国人能活下去，有可能他有这种心理状态，是吧？然后呢 ，David 777 他说，失业在200斤眼里只是经济账，200斤说过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这是咱们的观众哈。他刚才你讲秦鹏讲说，他其实要控制、要了解情况的。然后呢，进行自己管控的。其实这2天呢，网上也有一个网友呢，去给海外的这个叫罗老师什么哈，就给了一个直接举报他亲身经历。他说呢，在上海浦东机场要飞到西雅图，登机前他都已经过关了，就要登机之前，突然呢被要求检查，要求呢。
检查手机通讯的，还有呢各种出境的登记表。金鹏，你有看到那个对不对？啊，它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没人知道它发生了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种突然间检查你什么手机、检查你这些信息的时候，其实没人知道它到底这是一个因为这个里边发生了某一个人有可疑的东西，还是说呢这边现在接到了一个指示要去查这些人。我宁愿相信他们现在其实是风声鹤唳的，现在是什么人都查，或者呢哪一些领导来，或者哪一些官员想起来说，哎，这不行，这个地方上对吧，出国的这帮人我们是得卡一卡。有的地方呢说那不行，出国的这帮人的这个手机上的社交媒体、微信或者其他信息，我们也得查一查，看他能不能会有一些这种敏感的信息，这种可能性是很多的，我觉得。事情他这个发生在昨天呢，18号。对，他这个还不是说登机前，他是换登机牌时，那就是 check in 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说18号是昨天我从浦东出发飞西雅图。17点24起飞，换登机牌时，机场工作人员要填写出境信息表，吓死人，完全没有隐私。同航班的好多人僵住了，卡在表格这，我也是，但表面强装淡定。目测同机，有一半禁止登机，起飞时座位空了一半，一片哀嚎声。他说他前面有一个人被问话时查看手机，社交媒体聊天软件发现没有问题，也被扣了，不让飞。警察说了，这个手机 App 都是新装日期。他说你是个备用机，你的常用手机在哪儿？那个人支支吾吾，彻底慌了，被带走了。到我的时候就到这个的，首先问如实填写吗？他说是，然后把手机和其他20个人的手机都要求解锁，拿去小黑屋过人工和机器展开。这个里面啊，他还这个说了一个叫做这个表格，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上海浦东机场出境登记表。除了个人信息这什么国籍、证件号码等等之外，他说目的地要填，航班次要填，出境事由要填，是这个很详细到底是因公因私，这个家庭情况配偶父母子女境外关系这个护照。证件、海外身份、境外亲友、出入境记录什么？是第一本护照还是第二本护照？是外国有没有居留权？有没有外国国籍？什么等等最近5年出境，最近10年境外停留的情况都要详细的写。然后是社交媒体和网络。即时通信、社交、海外有什么其他的账号，包括 Facebook、Instagram、X、LinkedIn、YouTube， 这都要写。国内的像微信、QQ、Telegram， 这什么微博、抖音、小红书、知乎所有的账号都要交出来。然后互联网行为，这个我就不懂了，什么叫互联网行为啊？他也许他觉得还有一些东西他们都不知道的，你知道还有常用工具。行为，这个是什么？常用浏览器、邮箱、云盘、AI 平台、VPN 服务器、境外网站，你都上哪些？然后呢，之后有资产情况，资产情况这个当然，你在海外。房产、车辆、金融，这个什么有股票、基金、数字资产、公司股权，全部都要登记。然后是金融情况，又是金融情况。然后这个说的是银行账号、境外银行有贷款有没有车房的信用，这个额什么重大债务等等。然后还有一个保密与安全。这个是什么涉密等级、保密资格、什么培训协议、什么泄密、记录安全审查等等等等的诸如此类，这么多全部要填。如果填不清楚呢，就不能出。
所以他是而且一半人被真拦了，一半人对吧？你有没有感觉到他实际上是，所以他没有明确的这个要抓的人的目标，对吧？他并不是说发生了什么，而是看来是普遍的，对就是一个大网。段子救生网，你凭什么？你一个机场，你凭什么海关？你问我在海外的账户，我海外的资产，你是干什么的？我犯法了吗？这些都属于隐私啊。没有这个中国的法律它规定它可以看，你也没办法。像美国你入境的时候，他不是也看吗？他们说，那他也不要你 account 呀，他不会问你负债不负债呀，除非我去犯罪了呀，对不对？当然，他那个就比那个详细很多。这个就是最近呢，发出来的就是收紧一系列出国。你出国要收紧了，由这个呢，如果你在中国国内没有任何身份，你拿的是外国护照进去的，我估计他不会登记这个东西，他就是有中国身份又有外国身份，不管你是拿了外国国籍也好，是只是拿绿卡也好，只要你持中国身份在中国，你就要登记这个，所以你基本上全部卡住。很震惊，我看到这个时候填那个表格，问了这么多讯息的时候，而且他真的下手把这些人一半都不能登记，我看了以后是非常的震惊。他是9月15号开始的，现在才8月19号，对，已经开始了。这就开始，而且很严哦。他真的，一般你知道吗？拿到机票了，对，马上要登机了，你怎么能干这个事情呢？他还真就是这么干了，等于说你就是不允许出国。不允许你出国，为什么呀？不是，是前段时间是主要不许出美国是吗？因为这个习近平要来了。习近平要来了，不知道现在这是飞西雅图的，对，这是飞西雅图。对，现在就搞不，就是感觉中共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控制住，因为他在里面可能要严打，并不是针对所谓的社会上的什么涉黑，我觉得他主要是打有钱人。现在，所以他认为这些人会跑，所以他现在卡死，就是不是。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个主要目的，因为你坐飞机的出国的人，往往还是有点这个积蓄的人多一些，对，能出国的人，因为中国真正有护照的人大概也就3亿人，剩下的10亿人是从来没出过国，压根没护照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这批人你肯定是带着钱、带着人，这个各方面得出去的，所以呢，他现在想方设法要把这个东西卡死，而且呢，现在他也很害怕，就跟那个一样，干坏事干多了，他一定会想说，你会不会去检举我、揭发我呀？为什么要看你的社交媒体？看你这里边有没有反党、反政府或者对社会不满的这样的一些帖子？有的话呢，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啊，出去之后的话会成为我党的敌人啊，不能让他出去了。所以我看到，其实我一点不惊讶。中共的在过去那么多年，其实很多时候就这样，只是呢，你可能说，你认为说中共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变了，对吧？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从来没变过，从来没变过。从来没变过。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中国人真可怜。现在你说你出境的时候，他要检查你手机啊，没问题，你都说党的好话，去吧。人家是入境才检查，你入境到美国你就惨了。入境美国也要查。人家拿来一看啊，你说共产党的这什么骂美国的，那你又不给你入境，那你不是所以中国人很惨，就唯有一种人什么都不说的啊。所以现在好多人把那个呀，就是来美国之前把这个所有账号、所有的中国那些去掉。一来美国到领馆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在中国就是拿签证的时候，他就得全都删掉了。你要骂过美国的什么的人，就不让你进来，不给你签证了。没错，对。中国人中共国大陆人现在是真倒霉啊！他在里边被收拾，就出来也被收拾，沾了中共的光，现在都挺倒霉的。现在就是要要这个不能骂人。谁都不能骂，既不能骂共产党，也不能骂美国。以前美国随便骂，现在也不能骂，除非你不来，对不对？卢音说，
以后出国时得把 VPN、Google、YouTube 全部都卸载才行。没错，卸载他都不相信你。而且呢，只要你那个手机一弄进去，那个机器给你读出来的时候，它是能读出来你的历史记录的。你卸载了，它也能给你查出来，很有可能啊，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消息呢，让我们非常的震惊啊，如此之严，问得如此详细，而且他真下手砍不让出国，你们想一想，到底是为什么啊？那最近呢，我们在国内看到不少的有钱人都在走了啊，有几个大佬都说我现在已经起飞了啊，离开1个小时了，我要陪孩子到洛杉矶读书了，真有不少这种啊，彻底溜走了。甚至这2天网上都传郭德纲也在悉尼转机啊，有传言，对，有传言，真的假的？应该没有，应该可以再看了，大家在开玩笑。现在 AI 做什么像真的一样？那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刚才有朋友问，那他这个就是举报的这个人哈，就爆料的这个人，他是什么身份？是绿卡呀？是美国公民呢？没有说啊。但如果他是被问了，他肯定是在中国有身份。他就算是美国国籍，但他可能是拿中国身份在入境了，所以才卡嘛。如果是拿一个美国护照，我没有中国身份的。我入境拿美国护照，我出境还拿美国护照，我估计他也就不问了。美国驻华领馆现在呢到中国旅游，对美国公民和绿卡者发出来的是2级旅游警告，一点都没有变。1级呢就变成打仗了，对，2级旅游警告。那其中呢就讲到，如果呢你在国内，现在中国的户籍法哈，你只要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只要你在中国有身份证和户口的，就被认定你是中国公民。这个大家拿美国护照入境没有用也不行。你拿进去了以后，他认定你是美国，你没有退籍嘛？他就认定你是中国公民，他有权对你进行所有的按照公民待遇进行管理。我最近呢就有一个朋友非得要回中国养老。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国内有户口吗？有户口。我说你还敢现在回去？我说你先别回去了，美国要求你做一个 step， 就是你在回国之前或者是入境要跟美国领馆进行一个报备，否则的话呢，你因为你的户口中国用中国公民的待遇去管理你、控制你的时候，美国政府是没有办法进行外交援助的。所以呢，这个呢是包括美国公民，现在美国都紧张得很哈，就所有的一涉及到国家安全，扣这个大帽子，你就有可能被拘押、被逮捕，甚至呢给扣上各种罪名哈。现在两边都风声厉鹤，非常的紧张。夹在这中间的华人是真遭罪啊！但是这里边也有些人，也有些华人也真够呛。昨天方伟，我看他在那个网上讲说，以前这个洛杉矶。对，那边呢很多是中共的领馆，旧金山中共领馆那边的话，经常是一排队排好长时间，对，一直排到那个墙拐角那儿，从早上9点钟之前就开始排队。然后呢，就是到中国签证的，对，现在看不见了，没有排队，没人儿。就是现在也没有人到中领馆去申请签证。他说是叫零人，没有人，零人。对，这是星期二上午9点45的时候，零人。周一、周二但是我看到的那个中国来美国的签证，那天有个人发出来说，现在还能排到队的是广州，排到明年5月份。你看看，其他地方全部都排满了。就到明年什么几月份完全没有了，就明年整年都满了，排满了，有可能。所以这个你根本就你拿签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拿了。对，这个就是说中国人还是在往外走，往外跑。但是海外的华人回去的估计就零了。然后我们这位2018哈 Dearcy 他说，中共这么查护照、手机，吓得人人都不敢进出国门观光了，已经到了经济危机，这么一干雪上加霜，人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Grace Peter 说，价值观模糊的人逐渐双方都不容忍了。是的，高阳呢说末日的疯狂，山内文说想来美国的人崩溃了，可不是吗？真的查得非常的紧。而呢我们要回去的人一定要清楚，我就拦下了我这个朋友啊，我说你等一等吧，今明2年呢中共我总觉得会出些事儿，尤其21大之前。我说你过了这个风头吧，你别非得现在进去。然后我还问他，我说那你回国之后，假如啊你要被控制了，你的亲属能不能
帮帮你。他说不可能。我说那你回去干嘛去？他想回国养老嘛？你让那我是在网上啊，你真的是有可能回去就被卡在那儿，你就出不来了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从我这儿出去的啊。啥故事？就是这个网上有人把它总结出来了，登出来了。这是在广东从化农村，有一个人。这个故事是什么？是我爹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打成右派以后呢，就下放到这个农村了。结果他的孩子就没办法，就跟当地的这个农民呢就结婚了。没想到结婚这个亲家老头儿平时不出声。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那孩子就说你不是说你很有本事走南闯北的，咱们也做生意啊什么。老头不说话。有一天，老头跑出去了，跑到山上挖，狗牌挖出来了。这家伙是美军。哦，他是美军。他是美军，他原来在菲律宾。是这个开餐馆，后来这个美国人不是这个占领了以后，就把他说你愿不愿意当美军？他愿意当，他给美军做饭弄吃的，他进去了。结果呢，到了49年的时候，他说我要回家看一看，他们老家在这个从化，他就跑回来了。一回来，共产党部队咔一下进来了，他就出不去了，他就给封在里头了。他就把这个人在美军的里面叫做失踪人员，他就拿了这个狗牌，然后那时候广州在那个梅领馆就在广州刚刚开了领事馆，在东方宾馆，他就跑去了，把牌给别人。美国人一看这还了得，我天哪，赶快说你别走，你就开一个房你就住这儿，然后马上跟这边联系，说国防部一查，真有这么个人是吧？结果就是说马上就让他过来，就让他过来。当时80年代中国人共产党是有求于美国啊，你走吧，走吧，他就真的过来了。过来的时候，飞机是在洛杉矶降下来的，降下来的时候一下来吓一跳，国防部一个副部长接他，一大堆那个当年这个在太平洋的这批那个海军陆战队的人在那接他，都是老头了啊，接哇的又是奏歌又是军乐的，反正就下去了。那多少年了？80年代。对啊，49年，我的天哪，40-50年可不是吗？然后就把他的这个退役的这个钱，就说全补上了，全给他补上，好几十年啊，补上以后，这一看这好了，他就把他孩子什么都搞到美国来了。所以我爸那个朋友的那个女儿就跟着一起跑美国来了啊。所以我爹跟我讲说，这真事儿啊，真是这么回事。这是这个美国人啊，到时候费死劲到处去找你。所以现在领事馆说你干脆赶快登记，你别到时候这个去找啊，这很麻烦的一件事。哇，这个人很厉害，守口如瓶，就是不说自己曾经是美军，否则的话不得了了。对啊，他是就是这个大概是10几岁就是闯这个东南亚，跟家里面人广东多嘛，就跑到外面，就在菲律宾就怎么个就加入美军，其实也没当多长时间是吧？就回去结果发生这么一事儿。这个人就是很牛了一把。你看，就刚才你说中共国的人的待遇和美国人的待遇，人家是怎么对待自己的，而且还不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是个菲律宾当兵的啊，就是当美军的。我前一段时间我看方菲的一个节目，我很少看节目流眼泪，我看那节目我流泪了。他采访的是那个叫做叫什么？就是在 DC 的这个美国女孩，1岁的时候送到上海。韩秀啊，韩秀，对，就看韩秀那个节目留言。我讲什么呢？韩秀她是在美国出生，她是真正的美国人，她是美国人，她是混血。然后她这1岁的时候，她妈妈就不想带她，就托人就给她送到中国她外婆那儿去了。结果她一回去。那边就是共产党，就什么，他外婆还是个文化名人，认识什么一大堆搞文化，沈从文啊，什么老舍啊，都是邻居。他就在北京长大，但这个人因为来历不明，你是美帝国主义的这个小孩是吧？也不能上大学，他成绩非常好，
也不给他上大学，然后呢，最后还逗他，就上山下乡把他搞到山西去了。山西他受不了，他自己跑到新疆去了，差点死了。最后他的护照、出生纸全部给收走了。最后他就讲他怎么去把他的出生纸和他的护照从公安局给弄回来，然后7、8年他又跑到这个闯进，当时还不是大使馆，是美国联络处，怎么把护照又续回来，然后再到美国。他到美国是一句英文不会，那个领事馆给他写了5张纸条，说上飞机给这张，下飞机给这张，然后到这个坐出租车给这张，然后到美国国务院就拿这张，所以他就带了一堆纸条就到美国来，不会英文。不会英文，他学俄语的，就后来当然这韩秀成了很棒的一个作家，对。那个节目我看，其实我们以前我以前有采访过他，也报过，但是上次芳菲那个节目又采访了一次，我看了还是觉得，经过了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然后呢？现在我们看到，这才开放了20多年，又开始要倒回去了。对，因为当时是这样的，美国人说，在中国的美国人，我们有很多失踪的，你这给我交出来。中国政府说一个没有。这个韩秀拿着他的出生纸，拿着他的逃出来的，其实是对，冲到那个美国那个办事处去。美国办事处那时候要建交嘛，和中共要和美国建交，美国说你要建交，你得把这些人你都要交出来。最后他出来以后，铁一样的证明说你们撒谎，明明有，而且你们知道有，你们就是不给，是吧？他在中国当时的那个，我看过他那个小说嘛，他就讲到那些文革的时候，那些变态的人围着他们家的墙，然后他遭受那种凌辱，因为他长得就是美国人的样子嘛，然后你就骂他呀。他是8岁，跟小学生一起到天安门。那时候抗美援朝刚刚结束啊，刚还在打，还是刚结束。抗美援朝把他一个人拎出来站在中间，全部人围着他喊打倒美帝国主义。8岁啊，8岁，然后呢，全部学生老师带着全部走了，把他一个人丢在天安门。他就一个人，他也不知道怎么办。说他这小孩啊，你说这怎么回家啊？还中国人还挺好的，说小朋友，你家在哪？有一个工人骑单车把他放到后面给他带回去了。但是你像那个中国那个社会啊，所以韩秀到现在他还热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人不简单，真是不简单。真是不简单。我们这位秋龙啊，他说现在买进口商品都开始填写身份证。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他之前没有要求，买进口商品都开始填写身份证了。那买什么进口商品啊？对呀，你写详细点好吧？好啊，这是我韩秀很多朋友都知道哈。然后呢，这位是7662 Riflon。他说人确实少了。以前我住北京，去年回国，无论是超市还是小区，楼下的人都少了很多。好，那其实呢，刚才讲到的这些，就是让我们触景生情啊。中国它已经开始这么多流浪的人，然后呢，包括呢，我们看到你出国的给你卡得这么紧，它里边到底要干什么？所以无论现在你进去和出来都要去小心。我们再讲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这2天在网上炒得很厉害整个的故事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哈，就是7月26号在杭州，当时呢是一个房地产公司，他们呢拿到了地王，拿了一个地块哈，据说呢值6个亿，那么60个亿，60个亿人民币哈。对。当时是拍了一块最贵的地，央企招商蛇口花了60.94亿，拍下了滨江区的一块地。当时13家对杭州的，所以后来看这照片的人啊，对这个呢就是房地产公司拍卖方的代表啊，犯罪的主要的分子就是这个家伙啊。然后呢，他们庆祝这60.9亿呢拿下了这块地块，然后呢就
庆功宴嘛，组了这么一个饭局。饭局呢，这上面除了刚才这位呢，还有一个是杭州滨江区的副区长，叫做郁廷栋，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建发地产杭州的总经理马正刚。那刚才那个人呢是清华的，他叫什么来着？这名字叫赵海峰啊。刚才那个人叫赵海峰，他是开发商。他是央企招商蛇口浙江公司的总经理，管的什么苏南、南京、合肥，是招商蛇口呢，在这个浙江的最高负责人。这都是央企哦。啊，他是清华毕业的啊，这个人。然后呢，喝酒嘛，得有女人助兴啊。于是，把已经下班的建发的女员工啊，年轻的管培生，被领导临时打电话叫去，人正在回家的路上呢，叫去陪酒。进去之后呢，就让这些男的逼着他用壶喝酒，不是用杯，拿壶啊，就酒壶直接去灌。1个多小时内给他灌了半斤茅台。中间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孩子多次呕吐、意识模糊之后，又被带到了 KTV。赵海峰就刚才那个照片上那个家伙哈，和郁廷栋对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实施强制猥亵。期间呢，这个赵海峰是区长啊，他呢，不对啊，这个区长啊，这个郁廷栋对他呢摸摸索索的呢，他没有拒绝。然后呢，当这个赵海峰要去对他也是实施侵犯的时候呢，他反抗的非常的激烈，于是呢惹怒了赵海峰，直接将这个女孩啊，就是其中一个版本说将她呢推倒，然后踹了，说撞到桌角那儿，然后呢她的腰部受伤，初步鉴定呢是轻伤2级。还有一个版本呢说他们其实是强奸，把她折腾的这个脾肝啊都破裂。还有一个呢是因为他反抗太激烈了，然后呢他直接踹到桌子那儿，把肝脾也都踹裂了。这个女孩子呢反抗的很激烈，然后回家的时候呢，她是单亲家庭，然后呢没跟家里讲，但是呢家里发现她不对劲儿，看她身上有至少9处都是青紫的，而且呢身体状态非常糟糕，直接送医院了，然后发现肝脾受伤啊，内脏完了叫做2级轻伤啊，就是整个的这个事件发生在7月26号。然后呢，这个赵海峰呢，他发现不好，他呢就要想用100万人民币去封口，但是呢被家人和这个女孩子全部拒绝，一直到纪检委告这件事情呢，现在被通告了，就是8月18号昨天嘛，杭州官方通报赵海峰、郁廷栋已经被刑事拘留，并且呢被免职了。纪检委监察机构呢开始介入，还有呢建发刚才提到那个总经理啊，就是马正刚啊，也已经被免职了。这是到昨天为止这件事情一下在网上曝光出来了。其实说明这件事是铁板钉钉，是真事儿。真事儿啊，7月26号发生的，现在已经是8月19号了啊。那这件事情呢，在网络上就非常的恶劣哈。那很多网友呢就在说，央企老板加副区长酒局围猎女员工，灌半斤茅台，强制猥亵，女孩被推倒重伤。还有呢说杭州震撼的酒局案啊，招商蛇口总经理和副区长双刑拘，女员工被叫去陪酒遭猥亵这件事情呢在网上非常的反响非常大，有的律师呢直接就写信说这不叫猥亵，这叫强奸未遂。如果你不能把这个案子定为是强奸案的话，你们就在强奸法律。这件事情，问题这种事是不是在中国太普遍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你们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太普遍了呢？可能不少，至少可能不少。因为很明显就是把这个女员工拉去灌酒。这是我听说过很多次，这个网上也多，这身边也传出来。我们导播把那个女孩子照片给她放出来，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啊，瘦瘦高高的，很漂亮。你看，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这太危险了。所以我看到网上一个网友啊，就在说呀，普通人家的女孩子不要进到体制内呀。他说呢，进去之后你就是羊入狼群呐，你逃不出这些人的手啊！真的有人这么去讲。不是体制外也危险了，更麻烦。
也危险。这个事情就是问题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说明平时就是这么干的嘛，对不对？对，他也不是这个第一次这么干，别人都就范了，你凭什么不就范呢？你看张幼霞8964说，管培生就是工具，见怪不怪了。什么叫管培生？我都搞不懂。管理培训生，管理培训生，对，管理培训生。blue 富8304说，多大点事儿？你们都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吗？我们在海外看到，特别像我作为女性，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愤怒。有的人说这个小姐姐就这个女生是个有种的有烈性、有性格的，就是不肯就范，然后呢就被打了，被打成这个样子，也有说是被折腾的那个样子。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都是国企的，而且这个是清华毕业的他还当时非常嚣张。态度非常不好，要跟大家和解的时候也非常的傲慢就是这个拿出100万人民币，是不是你就能了了呢？那么这件事情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会是什么呢？我离开时间太长了，我真的是这 speechless，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真的是这么严重。我只知道，以前有朋友出来说。你去这种场合是很容易找到很多人陪的，他们为什么非得找一个女职工去呢？他不是有各种陪酒的，有陪唱卡拉 OK 的，对呀，有各种各样的，你就是还有的直接就卖的，对啊，对吧？在中国也非要找一个这个别人自己系统之内的你的下属、良家妇女，对呀，什么心理状态啊？这不懂，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他们相当于是把这个女孩给献祭了，把这个女孩当做礼物送给这个了别人了。区长因为你要是去找一个这种职业妓女，那他认为这只是个钱的事儿。职业小姐，那这只是个钱的事儿。他认为你这个不叫忠诚不够绝对你这个诚意不足，就跟有的人不是找了人去陪这个刘强东，那找个学生的，这是感觉是敬重。然后呢，就跟那个古俊山，不是把他女儿送给这个徐太后。你要他可以去找几个这个别的人呢。所以这实际上是这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官场，这个整个这个厂里边的非常龌龊的一面。他就觉得找这种人呢，是显得好像这种奇货可居，所以他能够，也许呢，因此呢，就那边就会有了印象，然后那边就会觉得，这小子干的事儿不错然后就可能就换取他们的一些要的一些利益，就这么回事儿，就把这个人当做一个商品就给送了。无语，我们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对呀，我不知道，我知道是。浙江官场、福建官场非常黑，这是我知道。因为有朋友说这曾经出来以后给我们描述他们那官场里面黑成什么样。福建官场黑我们早就知道。最著名的小红楼，90年代就已经这黑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尤其在厦门的那个赖昌星的那个什么红楼，这已经那个是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浙江也是非常厉害，浙江是非常厉害。但是大家还说呢，连浙江、上海，这应该是经济圈比较发达的地方。杭州杭州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那这个跟发达真的没关系，我觉得这不要误会，说这个发达好像它不就好，发达有可能更加龌龊。那被说是他们那边属于管理各方面应该是比较先进的，但在你眼里边看是很龌龊的。只是商业上来讲的话，你看起来有那么一套东西而已。我觉得仅此而已，这个代表不了先进，不代表了有道德。那你的朋友中共那个体系下，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就是喝点酒以后，在酒桌上谈的不是说什么包二奶什么，他们在谈都是说私生子，和二奶应该送到哪个国家把他养大。那这什么年代的事了？10年前我的朋友跟我讲的，那是这个讲的，当然是个10年前讲，他应该是在
这么几年前在浙江发生的事情吧，他看到的这些事情。送到美国这个尔湾。他是说他们在讨论送不同的国家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说钱哪个地方送过去好一些，然后这个在什么地方长大学校好，对孩子有什么那个二奶会怎么样，反正就他们就讨论这个。他也是跟我讲，他说他本人已经自认为是个坏人了，结果在那个里面发现他还是很纯洁的，说自己是很纯洁的，原来这都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呢，就是听到，但不管怎么样，二奶也好，职业的小姐也好，这都是自愿，这你不这现在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生的都是强迫了，就是你这变成是奴隶身份了，就说我叫你干什么你不干，老子废了你，就这种感觉，这个就性质就变了。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没想到习近平反腐那越来越长，反到现在这个地方性质变成这样了，这个是挺可怕的。我听起来，哎，我自己看到那个漂亮的女孩子，习近平反腐只是反这个不忠诚他的，不是因为这帮人这种道德品质败坏，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巨大区别。对，而且中共的这个体制下的话，腐败或者是被抓起来的，往往是因为你的这个靠山倒了，或者出了这种政治问题，政治上的问题，对，站错队了，没错。高阳说玩点新鲜的，然后呢 ，Brian 王7254说破处文化 ，Vicky Yan 也说是初夜，Stone 919说花钱的他们感觉不刺激。Brian 王说处长升局长一定要破处，哎呀。然后墙里墙外说能说这个的呢，可能已经离开中国很久了吧？现在到幼儿园才能得到你说的那个处吧？对呀，那个蓝金黄大家还记着，那幼儿园都被他们下起手了。中国呀，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漂亮的女孩子，我就觉得。在中国，漂亮的男生于朦胧，漂亮的男孩子，漂亮的女孩子，几乎就已经没有什么生存的空间了。普通的人家，你几乎被人家相中，就没有什么好的命运和下场了，很悲伤的这么一件事情。我真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国度是个什么样的国度？还是那句话，习近平你不知道吗？中共的官员不知道吗？啊，在你们治下的老百姓现在都成啥样子了？这个。哎呀，这个新闻看得让人很心里很难过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诗珊，你忘了野鸡和雏鸡的区别了吗？红黄蓝幼儿园对吧？红黄蓝幼儿园。不是他不能这么问我，因为我这个我离开太久了。对，离开太久了。还有说是他说他全家都去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西安、越南，没有看到一个流浪汉，要饭的都没有看到，所到之处真的很好，物价便宜的无法想象，这社会治安良好，人与人之间真的很好，服务的特别好。我还做了一些社会调查，不是想的那样，底层人的工作很多，只是不想做。一线城市清洁、餐馆的工作都有4000到5000收入。北京、广州，他说他就是赚了赵清军9736，我不说什么，反正我是没回去啊。北京呢，他说的工资或者那些待遇，好多是这样子，就跟我们说在核心区，你在平壤的核心区也看不到流浪汉，看不到穷人。底层因为我在北京待过。他说他去了好多个城市，他说的主要是好的城市，而且好的城市的那些核心区。你到那些城市的这个边边角角去，就包括北京的到丰台那地方，好多去找那个短工的，你看看他们晚上在哪儿去住着。网上以前有过那个视频。有一波人的话，他就是在北京那边去找那个短工，然后呢说这边今天要这个5个装修的啊，你们行了，够了，那不要了，然后开车拉着走了，对吧？装修的，然后呢，这些人以前的时候这些工活特别多，现在的活都很少了，所以一天下来有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呢，那个有个纪录片，网上你们都可以去查，我看到过那个对吧？IT 小伙子，没错呀。所以你看，再弄个那没有活的怎么办呢？吃个包子或吃个什么东西就透个一天，或想办法晚上带火，是想办法再去省着钱。所以，
很多时候的话，是因为我们实际上生活那个圈子，有的时候真的看不到那些人，是这样。这个山内文第8S 说他是哪只眼睛看见的？可能从国外回去的，那尤其从美国回去的，那真是有钱嘛哈，在国内消费肯定是很便宜、很舒服。但是呢，我们讲的这些哈，您呢做的调查可能范围要更大一点啊。那如果在你去的地方中心区都有流浪汉的时候，那中共的维稳体制就出现大问题了。他是不会让这样的人出现在他的脸面上的，是不是这个道理？佛教里面以前有句话叫做"观者即所观之物"。你看的人和你看到的东西是一体的。当然这个很抽象啊，说起来很抽象。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当你脑袋里面想什么的时候，你在街上就会看得到，是吧？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也是，就是有没有这么觉察力有没有这么高啊？可能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对这个世界的那个对这个观察的角度也不一样。因为我不赞成这个否定别人的这个真实的主观的这个他的观察这个视角，他有他的观察的方法。但是很明显，这个4750万并不是外面人做出来的，对，他统计局内部调查出来的。对这个流离失所的这个人那现在经济也确实不好，那网上也确实有很多，那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反正我觉得观察这个世界呢，就是这样，就是一个社会是有多发达，并不是观察他最有钱的人或者最有钱那批人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按照最有钱的生活，满清的时候就已经很好了，因为当时世界首富就是中国人。吴秉钧，就是13行的那哥们儿，13行的那就比法国国王有钱多了。所以最有钱的人，生活最奢侈、最好的人，都在中国。那你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这个社会是一个安定的、繁荣的社会，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呢，就看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看而已啊，就看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各有各的观察的点吧。我们说的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社会很可能就进入一种不稳定，就会出一些问题。如果刚才讲到了，在你看到的这个中心地区都看到流民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社会要出现大事儿了。高阳呢说，流浪汉都被清场的。Spring 1369说，北京冬天我都看到地铁有流浪汉睡觉，我想多冷啊。还有 Spring Man 说在地铁站里头哈。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还有一位呢说，我倒不觉得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可怜，选择性反抗，她心里很清楚干嘛去了。我也能理解你想说的是什么，但是她不去的话，她的公司的总经理让她去，她不去的话怎么办呢？她也知道是陪酒，但是呢能到这个份上，恐怕也超出她的想象。在体制当中，这种权力之下，女生的反抗是很难的，除非你不想干了，那你就跟他甩大鞋。所以我觉得你还不能一棒子把他都打死。但是漂亮的女生、漂亮的男孩子，在中国大陆确实都很危险哈，这个红颜薄命啊，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权利的人，在那个权力体系当中，都很活得难过，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夹着尾巴做人，对吧？行吧，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几件事情呢，串起来呢都是能够有一个内在的联系的。那习近平呢想干不想干，他把中国治理成什么样子了？那接下来呢还有不到1个月，他呢要到1个月啊到美国来访问。对。那这些呢情况，他如果想知道的话，在美国他是完全可以看得到的。你最起码在美国可以随便上网嘛，对不对？你要去不看，那就是他的事儿了。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这么多。我们谢谢石珊和秦鹏，也谢谢所有信任和支持我们的您啊。不管您的观点反馈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呢一起去分享。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